史真有宿命轮回吗？在满清近300年的历史中，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的关系仅不断理还乱，甚至最后大清灭亡也扯上了叶赫部的诅咒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其中的故事。大明万历46年，即公元1618年，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发布7大恨檄文，亮出反对大明暴政、世界属于建州的旗帜。这7大恨全都是控诉明朝如何欺压建州的，不过其中有3条却提到了叶赫部，分别是第2条明朝偏袒叶赫，第4条明朝派兵保护叶赫，还有叶赫仗着明朝保护把老女嫁给蒙古。7大恨有3条都与叶赫部有关，尤其还把叶赫老女转嫁蒙古单独列出，可见努尔哈赤对叶赫部落的痛恨。那么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仇恨从何而来呢？叶赫老女又是谁？为何努尔哈赤会对她的出嫁耿耿于怀呢？叶赫那拉和爱新觉罗的夙愿可以说从元朝时就开始了。建州女真又分为建州卫、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，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氏就属于建州女真。明朝时期，这几个女真部落经常相互争斗，尤其是2个实力相当的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矛盾是由来已久。在元末明初，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在一次战役打开前，他说：“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。”因为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金，叶赫那拉家族也不甘示弱，他们的首领指着太阳说：“金子算什么？我们是天上的太阳。”而叶赫那拉是太阳的意思。在那场战役中，叶赫那拉战胜了爱新觉罗氏，叶赫成了当时女真族最大的部落。你以为他们会因此成为死对头吗？死对头那肯定不假，只是他们总在敌人和朋友的2种身份中来回徘徊，是敌人时打上几架，是朋友时来个联姻。比如努尔哈赤的母亲正是叶赫那拉氏的女子，努尔哈赤后来也娶了叶赫那拉的女子，2个大家族世代都是血统至亲，让2个部族仇怨变深的是一个女人。在明末清初的年代，出现过一个满蒙汉都认可的大美人叶赫那拉氏。或许大家更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东哥。东哥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并不可考据，更像是后世想象出来的名字，更多人把她叫做叶赫老女。叶赫那拉氏出生于万历10年，在她降生的时候就有当地的萨满巫师预言此女可兴天下，可亡天下。叶赫那拉氏的祖父是当时叶赫部落的首领，有着这样的出身，这样的身世，似乎就注定了属于她的传奇。叶赫那拉氏长大后，她的美丽引人折腰，同时有着女真第1美女的称呼，同时这份美丽变成了叶赫部落的政治筹码。当时在草原上，各个部落的战争非常频繁，而明朝朝廷就作壁上观，时而煽风点火，在幕后搞离岸平衡，看着他们内斗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当时的女真部落4分5裂，直到天降猛男努尔哈赤出现，才走向统一。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势不可挡，5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建州女真，接着又开始统一海西女真的步伐。在万历21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联盟，从此成为女真诸部中最强的势力。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，草原上其他部族坐不住了，叶赫部于是联合科尔沁在内的9个部落，准备讨伐努尔哈赤。可是努尔哈赤却凭着少量兵力，以少胜多大败9部联军，自此扬名草原。不同于努尔哈赤的扬名，叶赫部落的首领不斋在这一战役中被斩杀，叶赫那拉和爱新觉罗的仇怨开始越来越深。可是面对强敌努尔哈赤，叶赫部纵然想复仇也无能为力，还不得不与对方交好。而最佳的交好方式就是联姻，而联姻的对象就是不斋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和努尔哈赤。面对联姻，叶赫那拉氏坚决拒绝，不肯和杀父仇人结姻亲之好。随后叶赫部不仅单方面悔婚，而且叶赫那拉氏还公开在草原上征婚，条件只有一个，杀了努尔哈赤的人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可是这并不是叶赫那拉氏第一次悔婚。9岁时叶赫那拉氏订婚，可是未婚夫逮伤被杀。接下来她被许配给乌拉部族的布占泰，可是布占泰被努尔哈赤俘虏了，婚姻也就不了了之。第3次就是和努尔哈赤，可是依旧悔婚。
叶赫那拉氏公开征婚的消息一出，哈达部落的孟格部落最先出手，可是被努尔哈赤斩杀，连带整个部落都被踏平。也不知是美女的诱惑太大，还是击败努尔哈赤带来的名望太高，努尔哈赤的雷霆出手没有震慑住所有人，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勇士求娶叶赫那拉氏。这一次是挥发部落的败因达里，可是再一次被努尔哈赤击败。直到33岁，叶赫那拉氏依旧待字闺中，没有人能杀了努尔哈赤，她也就一直不曾嫁人。33岁不曾嫁人的姑娘，在当时就是一种耻辱，所以她才被称作叶赫老女。到了别人都能当奶奶的年纪，叶赫那拉氏才终于嫁人，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代，并且在嫁人的不到1年后就去世了。没能娶到这位倾国倾城的叶赫那拉氏，成了努尔哈赤7大恨中的一恨。1619年正月，积怨已结的努尔哈赤出兵征讨叶赫部，大明王朝让努尔哈赤退兵，被他拒绝，于是决定后金与大明命运的萨尔浒之战拉开了序幕。这场战争的详情就不再赘述。总之，努尔哈赤选择各个击破的办法，将明朝4路大军逐个击败，在这年的8月彻底消灭叶赫部，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。消灭叶赫部用了努尔哈赤10多年的时间。关于叶赫那拉和爱新觉罗2大家族之间的恩怨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：当年叶赫被征服之时，布扬古贝勒留下誓言，只要叶赫还有一女子在，必将亡爱新觉罗。这也是后来民间传言爱新觉罗氏不得与叶赫那拉联姻的源头。不过和大家想象的不同，爱新觉罗没有因此报复叶赫那拉。在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之间的争斗结束之后，乃至后来爱新觉罗氏取得江山，建立满清帝国，叶赫那拉人都没有受到过任何打压与歧视。非但如此，叶赫那拉氏一直在大清王朝享有尊贵的地位，也涌现出不少显赫的人物。而且从努尔哈赤开始就已经与叶赫联姻，他的第3任皇后孟古哲哲是叶赫部长杨吉努子女，为努尔哈赤生下后来的继承人皇太极。从此，所有大清皇帝的体内都流着叶赫那拉氏的血脉。到了康熙和乾隆时期，叶赫那拉氏也出过嫔妃。康熙时期，权倾朝野的内兰明珠就是叶赫那拉氏代表人物之一。这纳兰明珠乃叶赫城主贝勒金台石之孙，金台石又是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孝慈高皇后的兄长，而且纳兰明珠又娶英亲王阿济格之女，所以纳兰明珠与皇族关系密切，背景那是相当的硬。如此显赫的身份，让纳兰明珠仕途之路如坐火箭一般，很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成为索额图之下的2号权臣。如果说纳兰明珠大家有些陌生，那他的儿子你一定知道，他就是清朝大名鼎鼎的词人纳兰性德，字容若，所以又被称为纳兰容若。他的那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名句。纳兰家族在清朝前期显赫无比，虽说后来纳兰明珠因为结私淫党被康熙皇帝罢黜官职，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得以善终，比老对头索额图要强100倍。真正让爱新觉罗想起曾被叶赫那拉支配的恐怖的，还得是慈禧。当初努尔哈赤下令屠杀叶赫那拉氏，以雪前耻。叶赫部首领在被杀前曾指天发誓说，即使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，将来也会报此大仇，灭你建州部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叶赫那拉氏这一败，就被爱新觉罗氏统治了200余年，一直到一个叫希儿的女孩出世，叶赫那拉氏才等到了翻身的机会。这个乳名唤作希儿的女孩，后来入宫做了妃子，被皇上封为兰贵人，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慈禧太后。也许是叶赫那拉氏当年的首领去世前的诅咒真的应验了。这个女人虽没有像当年首领的誓言一样灭亡爱新觉罗氏，但在慈禧做太后的那些年里，同治帝、光绪帝及那些爱新觉罗氏的皇子皇孙，实际上都是她的傀儡，她才是真正统治爱新觉罗氏的人。光绪能做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他是慈禧的亲侄子加亲外甥，有叶赫那拉的血统。慈禧为他选的皇后隆裕也是叶赫那拉氏。到了清晚期，爱新觉罗已彻底被叶赫那拉同化，难怪咸丰第一坊在身为皇子学习祖宗基业建立的过程中，读到对抗叶赫那拉氏的一段时，
猛然想起了兰贵人就是叶赫那拉氏，心头一惊。此后凡事小心，事事必毁，该来的总归是会来的。最后爱新觉罗氏还是毁在了慈禧这位叶赫那拉氏后人的手里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帝退位，清朝灭亡。最终签署清帝退位条约的就是隆裕皇太后叶赫那拉氏，清王朝彻底葬送在了叶赫那拉的手里。你以为这个故事完了吗？其实并没有。慈禧替叶赫那拉氏复仇了，但也有人在找叶赫那拉复仇。据说刨了慈禧墓的孙殿英是明朝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后人，孙承宗抗击后金而死，他的后人孙殿英东陵盗宝打的一个旗号就是为祖上复仇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。